一座从未被盗掘过的契丹皇女墓，一间隐藏在古墓中的辽代美女闺房，一瓶保存了1000年的美酒，极尽奢华的辽墓。当华丽的石棺被开启的瞬间，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墓主身披金冠闪闪的龙袍侍亲，他究竟会是谁呢？一位爱喝酒、爱下棋，并且品味非凡的契丹皇女，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震撼人心的发掘？为何考古专家要偷喝瓶中美酒？考古现场还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故事？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了解一座极为罕见、保存完好的契丹顶级女贵族之墓。辽宁省法库县西南20里，有一道低矮却曲折的山岗，被当地人称圣迹山。山体自东向西陡然折向南麓，俯瞰恰如一条俯饮辽水的卧龙，高昂处4龙首，低伏处4龙身、龙尾。1974年4月13日，3位村民在叶茂台村的山坡上无意中发现了一座辽墓。经过逐级上报后，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等单位派专家前往现场了解情况。这座被新发现的墓葬编号为 M7号墓。由于此前在圣迹山已经发掘了6座辽墓，因此专家们初步判断属于家族墓葬群。这个墓葬是否和以前发掘的墓葬有某种联系呢？到达现场后，考古专家发现7号墓和以前发掘的墓葬分布在同一条山谷。4月21日，考古队正式入住，开始发掘工作。由于墓葬所在地已被开垦成农田，墓室地表没有封土的迹象，考古工作人员找出矿线后，开始一层一层向下发掘。很快，墓葬的结构出现在人们面前。古墓是用砖砌成的，分为主墓室、前室和左右2个小耳室，每个房间之间有甬道相连。墓墙砌到一定高度后，开始慢慢向内收拢，最后用大石板封顶。从墓道到墓室总长 16.7 米，其中墓道有 9.7 米长，还带着17级台阶。从空中看，整个墓的形状像个古字。让人兴奋的是，清理时没发现任何一个盗洞，这说明做墓葬保存得十分完好。外部清理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打开墓门。封门砖被移开，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条甬道，还有正前方的墓室。走进墓室，令人惊讶的是，地面十分干净，干净到连砖缝都看得清。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年前的墓。墓室内供桌上的瓷器摆放整齐，如此整齐干净的墓葬在考古界十分难得。以往的考古队员们见过太多被盗掘、被焚毁、历经岁月沧桑的墓，乍见到一个如此完好的墓，反而有点不适应。但就在考古队兴奋之时，却突然下起大雨。考古队赶紧搭建雨棚，防止雨水渗入墓室。挖掘工作也暂时停止。暴雨下了好几天才结束，考古队员再次进入墓室，开始清理工作。由于墓葬离附近村庄很近，考古队拉起电线，接通了电灯，墓室内变得很明亮。这时，大家更能感受到墓室中的随葬品到底保存得有多好。每一件都在原位，过了几千年还是纹丝不动。随葬品极其丰富，主墓和左右2个耳室里都有很多。清理工作先从东耳室开始。东耳室中放了很多瓷器和漆器，角落里这些鸡冠壶、鸡腿坛和长颈壶整整齐齐放着，一件都没倒，保存得跟新的一样。鸡冠壶可是辽代契丹人标志性的器物，因顶上那个凸起像鸡冠子得名。它是契丹人游牧时使用的皮袋子演变来的。皮袋子通常用来装水、羊奶、美酒之类的，后来契丹人定居下来，种地养牲口，工匠们就把它烧成了陶瓷。鸡冠壶仿造得很像皮囊，壶身甚至有皮革的缝线。这不仅说明墓葬主人是契丹人，专家们认为还可以把这些器物作为判断墓葬年代的一种佐证。耳室中，考古工作人员发现有4件瓷器，非常与众不同，底部隐约有一个冠字，这是碗口带一圈鎏金的白瓷碗，底部有冠字，碗内还有凤纹。在辽代，凤纹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只有皇家贵族女性才能用的纹样，这是社会阶级的象征。因此，
考古专家推断，墓葬主人可能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女性。这碗底的凤纹让考古队员联想到几年前圣迹山上发现的那6座墓中，有一座的石砖上也有凤纹，和这里的一样。这似乎提醒着人们，这座墓和那6座有着某种联系。不过发掘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墓志或其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墓主的身份，大家都期待着接下来的发现能解锁墓主身份之谜。很快，希尔市的清理开始了。工作人员在里面发现了银鞍桥、绣花杖泥、铁马凳、铁马钳等全套鞍马具，还有铁斧等生产工具。虽然铁器已经生锈，但依然可以看到鲜明的契丹特色。而像银鞍桥、绣花杖泥更是彰显墓主的贵族身份。绣花杖泥就是搭在马两边，用于阻挡骑行时飞溅的泥土或尘土的，美观又实用。由此看来，墓葬主人是契丹人，而且是高级贵族，绝对没跑了。终于来到主墓室清理阶段。按照发掘常识，这里应该是出现墓葬主人棺椁的地方，但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主室后部发现一座精致的木质微缩小房子，看起来就像古代女人的闺房。经过测量显示，这座小屋子最高处有 2.3 米，考古队员抬头时还能看到上面的彩绘。木房子虽然精美，却没有窗纸或窗纱，窗户的位置在门的2侧，用厚重的木板牢牢地给封死了。门是对开的，上面挂着一个沉甸甸的铁锁，好像告诉人们这里面没准有点邪乎。由于考古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位此前见过这种屋子，之前的6座墓几乎都被盗掘一空，因此也无从比对。大家决定还是先清理这神秘小屋的外围，再来考虑如何清理小屋。墓室门口的地方有一个供桌，上面摆满瓶瓶罐罐，最绝的是有个盘子里居然供着2松塔，新鲜的就仿佛昨天刚摘的。专家说这应该是下葬时准备的祭品。此外，其中一件墨绿色玻璃方盘尤为人注目，这是件银扣玻璃方盘，磨花玻璃制品，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表面有多处裂痕，它是裂开后又被修补好的，说明墓葬主人十分珍视和喜爱它。今天的人们可能觉得玻璃制品价值不高，不过在辽代这可是稀罕物，在当时比黄金宝石还贵，是顶奢级别的用品。接着在小屋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物件，起初以为是块木板，细看上面竟刻着密密麻麻的凹坑。专家当场脑补自己以前看过的材料，认出了这是一副失传千年的双鹿棋盘。这副棋完整的惊人，是国内首次出土的完整双鹿棋实物，堪称国宝级文物。乌木棋盘上左右各雕着6道梁，双鹿的鹿正是6的意思，两侧还刻着月牙形的门标。30枚棋子分黑白2色，圆锥形的棋子像小铃铛似的立在圆形凹坑里，骨质头子放在黑棋小碗里。关于双鹿棋来历，有说是从古罗马传来的，有说是印度发明的，还有人坚持说是中国古代6波棋演变来的。魏晋时，双鹿棋已风靡中原了，不过当时被看作胡戏，到了辽金时期才成为了当时的全民爆款。有人会问，这双鹿棋是怎么玩的呢？根据史料上记载说，2人对弈时，棋子称作马，玩家掷头行棋。白马从右向左走，黑马自左向右行，先出尽己方棋子者胜。这在当时曾是古人闲暇的热门消遣。不过，风靡数百年的爆款游戏为何会消失呢？专家认为，清初的麻将等游戏兴起，让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这副棋上，专家同样看到了它的贵族属性，它是用漆木做的。漆木材质在辽代也堪称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所以能拥有漆器的双鹿棋，就像我们今天拥有一个珍稀宝石做的跳棋，那是相当珍贵了。而接下来的发现更是十分的戏剧性。专家在整理桌子下面时发现了2个壶，第一个可以轻松提起，第二个却重得出奇。专家以为是被粘在地面了，但轻摇壶身时，壶里竟发出声响，很明显是液体碰撞壶壁的声音。仔细观察，壶口是封闭的，白瓷铸壶的软木塞也已经腐朽了。此时大家很自然地想到，
里面可能装的是酒。按理说，千年壶中液体应该立刻封存，送到实验室化验。可发掘地偏远，没有专业密封设备，队员只能暂时把液体倒进烧杯里保存。由于担心送检过程中耽误时间，使得酒精挥发或液体变质，这时有人提议当场尝尝味道，看看是不是酒。没想到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不过谁去做尝试呢？到这份上，大家发现这建议有点不现实。不过考古专家却大胆决定由他来尝。随即众人将壶里剩的液体倒进量杯中，亲尝古墓中的千年美酒，这在考古史上可能还没有先例。考古专家喝下液体后，大家问有酒味吗？没想到考古专家却说没味儿，一股土腥味儿。此时众人开始疑惑注壶里的液体究竟是什么呢？从鸡冠壶、鸡腿坛等装酒的器物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位爱酒之人，那么这壶中的液体极可能是酒才对。不过专家虽然人体亲测了，却无法确定是不是酒。考古队员们把装有液体的烧杯层层密封固定，送往实验室。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液体中含有微量的乙醇，这说明壶中的液体就是酒。对考古队来说，这又是一个好消息，这还是第一次在辽墓中发现有残存的酒。发掘至此，我们总结一下，考古队不仅发现了千年古酒，还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双陆旗，还有一座大门紧闭的闺房。不过墓葬主人的身份依然是谜，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得出，这位墓葬主人是一位爱美酒、爱下棋，还会骑马的契丹贵族女人。时间来到5月 ，M7 号墓葬的发掘进入最关键的阶段。考古队员决定清理主室里的那间神秘小屋。测量显示，小屋长 2.59 米，宽 1.68 米，通高23米，面阔3间，进深2间。小帐正中一间设有2扇板门，门用铁锁锁着，两边侧间各有临窗，窗后镶有木板。此外，屋顶还是有2个木雕龙首，龙口向外。专家们查阅宋代营造法式，上面记载说，这种建筑原本被称为小帐，因其置于棺床之上，内部容纳石棺，所以又被称为棺床小帐。难怪让人觉得像墓主人的闺房。棺床小帐前边有2个踏步，要踏上去才能到门。这一习俗在曹魏时期就有了。当时贵族墓葬盛行前朝后寝的布局，小帐象征着灵魂栖居的地方。隋唐时期因为薄葬的习俗逐渐消失，宋金时期再次复兴。棺床小帐能够保存的如此完好，是因为叶茂台西山、北山地势较高，气候干燥，千年来没有遭遇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而且小帐的选材为柏木，比较耐腐。由于考古史上出现过与 M7 号墓葬小帐相似形制的墓葬，那些墓葬主人的身份几乎都是太子、公主等皇亲国戚，因此考古专家认为 M7 号墓葬的墓主人可能也是类似的身份。当然，一切要检验看过才能判断。此时棺床小帐的前面清理完毕，接下来大家准备清理小帐的内部。打开棺床小帐后，里面果然放着一具石棺，十分宽大精美。由于小帐和石棺之间的距离仅有20厘米，为了保证随葬品不被破坏，考古队决定先对缝隙进行排查，再拆卸小帐。不过怎样才能进到狭窄的缝隙中呢？考古专家决定还是由自己尝试。侧身进入后，考古专家发现自己被卡住了，用力落到底部，手部才能活动。此时专家用手在缝隙中摸索时，突然专家摸到一个触感柔软还有点发凉的东西，一惊之下，专家迅速缩回了手。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起初专家以为是蛇，等了很久都没动静，专家才带着忐忑继续摸索。结果拿到手里后，发现竟然是一幅画，而且是绢画。众人小心翼翼地展开画，上面会有山水楼阁，由于脱落在靠近门的地方，专家才能将它取出来。紧接着专家又摸到了钉子，说明这幅画最初是悬挂在小屋的墙壁上的。根据挂画的位置，专家判断，如果装饰是对称的，在西山墙下应该还有一幅对应的画。西山墙距离门口较远，
操作的难度更大。专家只能保持身体弯曲，在黑暗中努力伸直手去摸索，直到出现同样的触感，借助工具才拿出了另一幅画。拿出来一看，同样是卷画，后面这幅画上的内容和前面那个不一样，有竹子、蒲公英、兔子，还有麻雀。为了防止卷画干裂褪色，考古队员立即采取保护措施，胶合板、玻璃板、宣纸、喷水，又垫又铺，搞了很多防潮防裂的保护层后，卷画被送往北京修复。画到北京的第二天，专家们齐聚研讨。最先发现的那幅命名为《深山会棋图》，它是青绿重彩，色泽鲜艳如新。上部描绘峭峰陡起，有白云掩映其间，中部山崖间有松林楼阁，楼阁前方有包衣博带的两人在林崖空地上对坐围棋，另有一童仆在旁侍候。山崖下方有一隧道，前方辟门，门外又有一宽袍大袖、头着高冠的人侧杖向隧道方向走去，后面跟着两个童仆，前面的背负一物，似为酒葫芦，后面的背着琴囊。整个画面给人一种超然世外的感觉。另一幅画被命名为《竹雀双兔图》，纵 114.3 厘米，横56厘米，以工笔技法描绘了一丛双钩墨竹，三竿修竹挺拔而立，竹枝上栖息着三只姿态各异的麻雀，一只低头觅食，一只静立观望，另一只正梳理羽毛。竹丛下方点缀着三株野花，左侧蒲公英，中间地黄，右侧白头翁，花朵饱满艳丽，都是草药。因此有些学者猜测，墓主人也许生前饱受疾病困扰，此画很可能是通过草药表达墓主人对长生的渴望。从绘画风格来看，正符合辽代丧葬文化中寄托来世幻想的惯例，这种画在辽代中期以后十分流行。说起国画，人们想到的通常是卷轴画，墓葬中出土的是悬挂画。所以卷画的发现不仅对考古史，还是对美术史、绘画史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发现。两幅画从出土位置看，应该悬挂在棺床小帐内东西壁南端，这种悬挂式随葬也是辽墓中首次发现，颠覆了传统墓室壁画形式。经过对画作年代的鉴别， M7 号墓葬的年代上限确定在辽代中期。按照计划，考古队员已将棺床小帐拆解包装完毕。此时，一具宽大精美的石棺出现在人们面前。石棺高93厘米，长212厘米，砂岩材质，除棺底外通体雕刻浅浮雕花纹，棺盖刻有龙牙绘草，还有12生肖图案。石棺的四壁分别雕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青龙、白虎腋下生云，如同御风飞翔；朱雀站立于云间莲花之上，纹饰间点缀火焰状的云形纹。专家最初推测四神代表方位，但测量发现方位与墓葬实际相反，因此认为他们是为护送主人进入极乐世界的保护神。石棺整体构图严谨，雕工流畅，是辽代罕见的大型雕刻艺术精品。由于墓室内的随葬品基本清理完毕，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随葬品依然没有出现。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发掘最重要的环节——开棺。厚重的棺盖被缓缓推向一侧，墓葬女主的身份是否能够被破解呢？此时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的是一床金光闪闪的石衾，墓葬中的人完全没有被扰动过的痕迹。由于年代久远，丝织品已腐朽粘连在一起。石衾在古代用来覆盖尸体的夹背，通常在尸体入殓时使用。不寻常的是，墓主人的石衾上有刻丝金龙纹。中国自古就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刻丝是各代皇室服饰的首选，是做龙袍的主要材料。由此，专家推测墓葬主人是辽代皇族或顶尖贵族，他不仅身份高贵，还十分富有。此时距离墓门开启已有半个多月，墓室中的环境不适合拖得太长，考古队决定把棺内还没清理的随葬品以及骸骨等运回辽宁省博物馆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为方便运送，考古队员需要将石棺拆卸。拆卸过程中，专家还有一个新的发现：
石棺不仅外壁雕刻有祀神，内壁也雕有图案，下部雕有妇人启门，上部正中雕刻朱雀立于莲台之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除了朱雀和妇人，其余祥云、莲台等图案全是墨稿，尚未雕刻。为何外壁雕刻精美的石棺，内壁却留有没雕刻完成的墨线？难道墓主人是突发疾病仓促下葬的吗？经过分析，考古专家认为，石棺的雕刻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改装饰方案，要雕刻祀神，于是工匠就把先前已经雕刻的那面翻了下当棺材的内壁，然后把没雕刻的一面作为外壁重新起稿雕刻。按照搬运方案，考古队需要把尸体连同裹尸体的衣服一起从棺椁中取出。为保证古尸上的服饰完好，工作人员在衣襟上铺了一层宣纸，再在上面撒一层石膏粉，纸和石膏粉都湿润，然后再铺一层宣纸，再撒一层石膏粉，如此做10多层。石纸和石膏粉与尸骨上服饰间没有间隙，当石膏粉遇水后就会凝固在一起，形成一个近似密封的硬壳保护层，即使有轻微的震动，也不会对封固的文物造成损坏。固定工作做完后，怎样才能把尸骨连同服饰衣物一起完好的取出呢？尸骨是贴着石棺底的，工作人员把胶合板切成小块，从尸骨底下剥离，小块胶合板贴着石底插进去一块之后，到一定时候就停下来，然后再用一整块大胶合板从插进去的小块胶合板底下再往前推进，插到一定时候就不插了。反复用了大概7块胶合板，这样古尸终于被完整的和石棺底分离，装进了木匣。墓葬主人的骸骨和衣物被完好运走，有了专业鉴定技术的帮助，墓主的身份之谜能否得到破解呢？中国医科大学的教授对 M7 号墓葬中的骸骨进行了初步的测量和鉴定，得出了结论，墓主是一位55岁左右的女性。考古队员查阅史料，试图寻找符合这一年龄的辽代契丹贵族女性。遗憾的是，信息过于笼统，仍然缺少关键线索。不过，在 M7 号墓葬的发掘现场进行收尾的考古工作人员带来新的线索。考古队员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叶茂台辽墓群西南11千米处有一座辽代的古城。在村民的带领下，他们来到现场，发现古城墙遗迹。工作人员查阅史料，在《辽史地理志》中找到了疑似古城的记载。书上记载的魏州方位、距离和城址大小与发现城墙遗址的地方十分吻合。专家因此推断，城墙遗址可能是1000多年前辽国驸马都尉萧昌义所建的魏州，是辽代萧氏后族的重要居地。辽圣宗时期，驸马萧昌义娶了韩国长公主，萧昌义还被封为头下军州魏州的领主。当时辽国皇族耶律氏一直有和萧氏家族互通婚姻的惯例。这位韩国公主是圣宗弟弟耶律隆庆的女儿，她的母亲秦国妃萧氏既是父亲耶律隆庆的外甥女，又是妻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旧生婚关系后族。萧昌义封地魏州城，距离叶茂台辽墓群仅15公里，中间隔着烟罗泰西山，因此专家推测叶茂台墓葬是否与萧昌义家族有关呢？而 M7 号墓葬的主人是不是也属于这个家族？虽然考古队员对于墓主的身份有了大致的推测，但却没有实质性证据表明，包括 M7 号墓葬在内的叶茂台墓葬群埋葬的就是萧氏后族。不过，专家和考古工作人员并没放弃寻找。2年后，叶茂台陆续又发现10号墓、16号墓，其中16号墓并且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墓志。墓志表明，墓葬主人是辽代宰相萧绎。墓志通篇1777个字，详细地记录了墓主人、北府宰相萧绎的身份、家世等情况。这一发现帮助考古专家们揭开了叶茂台古墓群之谜。志文记载，萧绎葬于辽川之右，盛继山阳，复先营也。显而易见，叶茂台村的西山和北山，辽国契丹人称之为盛继山，是萧氏家族的祖营地。专家们终于可以确定，叶茂台墓群正是辽代萧氏后族的墓地，而 M7 号墓也属于这个萧氏家族。不过，按照辽国皇族通婚的传统，
M 号墓葬主人是来自皇族耶律氏的女子，嫁给萧姓家族成员，死后葬于此，还是本来就姓萧的女子，至今依然是个谜。叶茂台7号辽墓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辽国中期后，契丹贵族墓葬普遍使用雕刻彩绘的奢华棺椁，这些贵族将南掠的工匠安置于封地，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更将珍品带入墓中。虽然墓主身份仍存谜团，但这些文物向人们展示了靖康之变北宋被灭后辽代社会发展的空前繁荣，也让人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契丹贵族生活的风情。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叶茂台7号墓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